好，接下来看一下射手座5月下旬的前任关系。这段感情哪怕分开了啊，两个人这个宝剑骑士牌还是会有这种联系，还是会有这种相互试探、角逐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来找我吧，啊，我觉得我不想理你，那我去找你吧，你又不想理我啊，就是大家进一步退一步，退一步进一步啊，就是在这种相互试探当中，两个人都会有一种较劲的啊一个感觉在那边，藕断丝连，断吧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啊去把它切断掉。但是呢，当中有人又会要自由，因为当中有人要自由，所以不愿意被一段关系所绑住啊。至少现阶段来讲，还不愿意说去真的去跟对方啊复合，成为一个1对1的啊一个关系。那就射手现状啊，一张节制的逆位啊，射手真的是这段感情是有点憋出内伤的感觉了啊，自己学会了去克制，学会了去压抑，学会了去向对方展现出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平稳和理性。因为射手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他还是比较，就我一直讲是比较直球的啊，是比较直接的、热烈的。我想跟你在一起，大家就把话说出来啊，就好好的在一起，哪怕我不计后果，我不计将来，甚至说是我多付出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啊，只要说是我是喜欢你的，这个就是射手我一直讲，还算是蛮厉害的地方，就是很勇的啊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敢爱敢恨的人其实真的不是很多，瞻前顾后的啊占了一大批。那看一下对方的这个现状，一张圣杯9的逆位，对方其实是没有想明白的啊，自己在感情当中到底是要什么的。曾经是有想过的啊，跟我们的射手去好好在一起的，但是爱到一半吧，对方有种跑偏的啊一个感觉，就是有种恍惚啊，或者说是不确定，你射手究竟是不是我对的人？因为对方明显他是想找一个稳妥的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地方，是希望说这段感情能够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种走向的，是不愿意说是浪费自己的感情、浪费自己的精力的啊。但是真的相处之后，对方就会觉得跟你射手好像不是那么合拍啊。那我如果不是那么合拍再在一起，那迟早是要分的。那我这个感情其实就是白费了啊。所以会有一种感情，你说有吗？还是有的，只不过心理上面来讲呢，会觉得我跟你射手有点不是一路人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要去做这个坏人。那不管说是我做这个坏人成全你，还是我做这个坏人，起码我自己心里能够占一个高位啊，能够更加愉悦一点啊。那对方的话有感情，但是会去转身。现在心里你说有射手吗？也还是有射手的。那看一下射手对复合的这个真实想法，愚人的逆位啊，射手这个真的是有被折腾到啊，因为之前节制的逆位是自己跟自己对抗过后发现克制不了，强行的再要去克制。但是现在呢逆位来讲的话，射手也已经认清楚了现实的，两个人你说再回到以前再继续下去，这个能够有以后吗？也很难有以后，可能就是大家在复联啊，或者说是在复合一段时间，可能终究来讲好不了多久又会去分开的。所以射手这个时候是迷茫的，一方面是迷茫，另外一方面没有底气。第三个来讲呢，我们射手现在身边也没有碰到其他的更加让自己满意的、更加让自己心动的人啊，所以整个来讲状态肯定是不太好啊，就是对于前景啊，对于前途啊，对于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应该找什么样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啊，会跟什么样的人相伴余生。整个来讲谈了一段之后射手是有点蒙圈的。那看一下对方对复合宝剑2的逆位，对方这个时候呢是会刻意的，一个是对自己的控制对自己的克制，因为前面就讲是有感情的，只是说怕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人收住了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有感情的，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没有将来所以对方是犹豫的，再加上对射手没有那么的一个信任对我们的射手其实也会有这种怀疑质疑的成分在那边的，所以一个他需要思考清楚的他还是在原地。对于射手来讲，他真的是没有离开的在原地，其实还有在给机会，哪怕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冷漠的，或者说是疏离的，不是那么容易去靠近的一个状态，甚至说是可能也有说过一些狠话，做过一些什么删除拉黑之类的事情，但是心里还是有的，所以还是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那看一下感情的阻碍，抽到的是一张星星的逆位。这段关系很多人他不说两个人当中有人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变化，到底是不是喜欢是放在心里面的，内心戏很多，但是表现出来的可能会是一种扑克脸，或者说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我不是那么需要你的，给不了对方这种存在感同时
又不希望说两个人之间有过多的这种牵绊啊，所以我就说这段感情当中有人还是比较要自由的。其实真的两个人去在一起，他一定是舍弃一定的自由的啊，因为关系当中一定是会有责任，一定是会有牵绊的。如果说你们还是渴望自由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进入一段1对1的关系。如果两个人达成共识，可以是开放式的关系，或者说是就索性单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一段恋爱的，两个人都觉得是一段恋爱关系当中，还是有这种责任和牵绊的。那看一下牌的建议，圣杯2的逆位，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模式呢，就真的不是那么一致的，会有相互吸引的地方，并且相互吸引的地方呢，其实是这种差异性的啊，因为相互吸引有的时候是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这个影子，有的相互吸引呢是对方身上有我恰恰缺失的，有我恰恰没有的东西啊，所以这段感情因为你们的差异化相吸引，但是也是因为差异化啊差距，导致说两个人这种模式啊，真的不是特别匹配的，就是我表达的你听不懂，你表达的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所以不是那么在一个频道上的。那看一下射手一件不知道的事，抽到的是一张皇后牌。对方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一个是自尊心是比较强的一个人啊，另外一个想的也比较多，第三个其实是很要面子，就是需要啊别人来哄着自己，别人来捧着自己，别人来顺着自己的，并且来讲呢也会对方的话是比较计较你是不是有真的付出的啊？就是你射手对我的这种付出，会用这种付出来考量你是不是真的有诚意，我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合适。皇后多多少少呢，在感情当中都会有那么一点坐享其成的一个感觉。坐享其成，你们有的可能不承认啊，但是这种坐享其成呢，其实就是需要对方的一些言行来给到自己啊这种安全感和底气。所以会给到别人一种就是你是比较计较付出的一个人。那看一下你们这个复合走向抽到的是一张宝剑6短期来讲你真的要去复合吧是比较难的，当中这个两个人始终是找不到在一个频道上面的那种沟通方式所以你们前面这个基础来讲，哪怕藕断丝连，哪怕相互试探，哪怕还有联系，但是也没有办法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之后两个人呢会有人认清现实，会有人主动的可能去做一个离开，去做一个转身，当中还会有一些家庭的这种牵绊牵扯在里面，家庭的牵绊牵扯，或者说是这种跟前任的这种牵绊和牵扯在里面。所以这段关系怎么讲呢？对方倒的确是有真的曾经投入过自己的一片真心的并且也是不少的。那射手这边呢，情绪会比较多因为对方真的是能调动起射手很多的一个情绪。